欢迎来到小小炊烟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凉皮，不用洗面，简单方便。之后我还会做更多的陕西小吃，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啦。上一期我介绍了蒸面筋的方法，如果觉得太麻烦的话，在国外也可以买到这样做好的烤麸，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华人超市有卖，买不到的话还是可以试一下我蒸面筋的方法。现在面筋和油泼辣子都有了，那么凉皮里面面皮的部分怎么办呢？有一种办法是用淀粉和成粉浆，然后一张一张的面皮用大锅蒸，但是这种办法对于家庭制作来说还是有些麻烦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办法更加简单，就是用广东河粉。像这样干的河粉在海外亚洲超市都是可以买到的，一般包装上会写着上等果条或者 rice stick， 一定要选择最宽的，像我买的这个是1厘米宽的。像这样的一袋可以做8人份的凉皮，这是我在尝试过所有平时能够买到的各种米粉、河粉、面条、粉条之类的食材里面口感最接近凉皮的，做出来的味道和店里卖的基本没有差别。水烧开之后，像平时煮面一样把河粉煮软就可以了。这种宽的河粉比较耐煮，大约要煮15分钟的时间，煮到可以用筷子夹断的程度，然后放到冷水中过凉。趁着煮河粉的时间，跟大家聊一下凉皮中擀面皮和米皮的问题。广义来说，凉皮分为擀面皮和米皮，其中最正宗的就是岐山擀面皮和秦镇米皮。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擀面皮是用面粉洗出来的淀粉做的，米皮是用大米磨出来的米浆做的。擀面皮中的擀字是因为传统的做法中有擀的步骤，现在的做法都已经不需要这个步骤了。狭义来说，我们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吃到的凉皮就是陕西人说的擀面皮，所以严格来说，我今天用广东河粉的办法做出来的凉皮更接近米皮。不过对于家庭制作来说，这种办法做出来的凉皮已经可以99%接近外面卖的凉皮了。然后再来煮一些豆芽和面筋，面筋是之前已经蒸好的，豆芽也很容易熟，需要的时间差不多，所以我放在一起煮。水烧开之后煮大约30到45秒就可以，煮好之后同样要捞出来过凉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来聊一下凉皮中到底是应该放豆芽还是黄瓜的问题。在陕西外的其他地方吃到的凉皮都是有黄瓜丝的，但唯独到了陕西，正宗的凉皮就没有黄瓜了。因为陕西在以前比较缺水，当地产的绿色蔬菜很少，陕西菜中最常见的蔬菜就是豆芽，传统的陕西凉皮里面也是只有豆芽没有黄瓜的。但是当凉皮传到北京之后，北京人把夏天常吃的黄瓜放进去之后，再由北京传入各省，大家现在吃到的凉皮就是有黄瓜的版本了。香菜也是这样，正宗的陕西凉皮没有香菜，传到北京之后，因为北京人爱吃香菜，就在凉皮里面加了香菜，之后再传入各地。我今天做的凉皮是模仿全国大部分地方人们可以吃到的凉皮口味，所以把黄瓜和香菜都加上了。再来调一些芝麻酱，芝麻酱和水1比1，水逐渐加入，筷子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。凉皮中是否应该放芝麻酱的问题，和前面说到的黄瓜和香菜是类似的。传统的陕西凉皮中没有芝麻酱，传到北京之后，因为北京人爱吃芝麻酱，就把芝麻酱加到凉皮里，之后再传入其他各省。陕西其实也有一种有芝麻酱的凉皮，叫麻酱凉皮，但是麻酱凉皮跟我们平时说的凉皮差别很大，一是不洗面，口感不如我们平时吃的凉皮爽滑，另外一点就是麻酱凉皮中芝麻酱的量非常大，基本上就是以芝麻酱为主要调味料。麻酱凉皮并不常见，除了陕西当地，其他省份基本没有店在做麻酱凉皮的。再来调一些蒜水，3瓣大蒜压成蒜泥，这个凉皮里面唯一一次加盐就是在这个蒜水里面，所以可以多加一些，我放了2茶匙的盐。有些人也会选择在调芝麻酱的时候放盐，也是可以的。
做凉皮的调味料关键之一就是芝麻酱、蒜和醋，都要先用水调和，这样几种味道才比较容易糅合在一起，凉皮也比较容易入味。最后再来调一个醋水，传统的办法是用煮沸的水呛醋，还会用花椒和八角煮一个大料水，这个步骤比较浪费时间，在家庭制作过程中我就简化成了在醋里面加纯净水和五香粉，口感差别不大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芝麻酱、蒜水、醋水、油泼辣子4样调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切好的黄瓜丝和香菜段，过凉的面筋、豆芽和凉皮也都准备好了。注意面筋会吸很多水，过凉之后要把面筋中的水分挤出来，一会儿上调料才能够入味。现在将各种食材搭配起来，我们的凉皮就做好了。这个夏天，身在海外的你也试一下，给自己、给家人亲手做一份凉皮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就马上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哦。